钟叔有些迥然，如嗫着说这是小孩子才戴的，他都多大了。我盯着他，半晌伸手去解我的长命锁，不要也罢，你以为我稀罕给你？钟叔忙按住我的手，别，我要，是我死皮赖脸要的。号角很快吹响，钟叔同我额头对着额头，我要是走了，你半夜做噩梦怎么办？我道，那你就早些回来。钟叔不让我出城送战，怕我又难过。他出门前去长安城大大小小的书摊买了游记、画本，还嘱咐若再出了新的，一定要送去将军府，留了好大一笔押金。钟离也怕我孤单，日日与我作伴。其实我吃好喝好，每日到了时辰就入眠，睡得十分香甜。不仅没有思念成疾，消瘦憔悴，反而胖了好几斤。于是祖母看我愈发不顺眼了。清岁观察了几日，为我请了个郎中。郎中说我是有孕了。当晚我修书一封，远送边防。祖母很是高兴，连带着对我的态度天翻地覆，不要一个劲儿往我房里送。我照顾自己的同时，把肚子里那块肉也照顾得很好。虽是初次怀胎，但肚子里的孩子乖得很，我并无孕吐的不良反应，反倒胃口大开。边关那边捷报连连，钟家军骁勇，打得西敌人落荒而逃。钟家上下人心振奋，祖母却未有多高兴。钟离来我房里的时候，不解为何祖母终日忧心忡忡。我摸了摸他的头发，给他设了个喻，就好比我将一群蚂蚁用石头围住。蚂蚁很安全，因为无论有什么危险，都有石头为它们挡住。但若是这些石头的力量太大了，蚂蚁全去崇拜石头了，谁去跪拜蚁王？他懵懵懂懂。自古有多少将相死在功高盖主上，更遑论钟家祖父曾是宰相，门生遍布朝堂地方。钟家军太过风光，迟早引来红眼。但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的快。连胜的钟家军于长汀惨遭埋伏，西敌主力几乎全出，边关又是岌岌可危。怀孕的我是睡，还在梦里时，听见外头一片嘈杂声。清岁叫醒我，边为我套上外衣，边告诉我钟家变天了，一队羽林军正往将军府来。钟家人心溃散，关键时候祖母站了出来。钟家府上还养着私兵，可护送我们南逃。只是此去凶多吉少，祖母望向我，沉吟片刻，将府兵分作三波，一波留在府上同羽林军对抗，一波护送钟家子弟南行，一波则护送我往西北边关去。我大着肚子，带着钟离和清岁，一路西行。路上艰难险阻不必说，等我到边关时，已是3个月过去了。我消瘦了一大圈，肚子鼓得吓人。才到钟家军军营，我就晕了过去。一路上不论多苦多难，我都未曾掉过一滴眼泪，一直到军营，我脑袋里绷着的那根弦才断掉，那股精气神也撑不住了。醒来时候，一眼望见头顶简陋的帐篷，我张了张嘴，发现声音沙哑得很，喉咙里干得冒烟，我只好起身去拿桌上的茶壶，却没倒出一滴水。钟叔这时候进了帐，冲过来一把把我横抱住。他瘦了，眼底布满血丝，脸上胡子拉碴的。要喝水？我点点头。他换人去烧。我抬手摸了摸他的胡茬，你没照顾好自己。哪有？他按住我的手，挠了挠手心，不过是最近忙，没来得及刮胡子。茶壶里头都没有水，还说照顾得好。他自知理亏，不好意思地笑，垂手要来蹭我的鼻尖，讨好的亲了亲。他一靠近，身上那股过了夜的汗味、血腥味扑面而来，我皱了皱鼻子，从下巴处一把推开他的脸。臭。有吗？他把我放在床上，自己凑近衣服闻了闻，我没闻到啊。都搜了还说没有。其实我自己赶了好多天的路，浑身也干净不到哪去，但我就喜欢数落他。一见他吃瘪，我就高兴。钟叔先自己洗了个冷水澡，浑身哆嗦着进来，就冲我寒冷，把手伸进给我准备的热水里。他的手暖了，才开始给我擦身。我瘦了许多，肚子鼓鼓胀胀的，看起来有些吓人。钟叔擦到肚子那，眼神温柔下来，软的能滴水。俯身亲了亲，又把脸贴上去，我也把手放在他脑袋上。突然肚子动了动，我的肚皮上鼓了一个小包，又很快消下去。钟叔一脸新奇，他还会动。
我噗地笑出了声。他这模样实在有些傻气。正这时候，他脸上突然被踹了一脚，正中颧骨。明明是不重的一脚，他却好像被踹懵了，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僵在那里，直愣愣看着我的肚子，又转过来看我。我失笑道：“他又不会跳出来吃了你，你怕什么？”我和他说了一会儿话，又忍不住合上眼睡过去了。我没有同他说钟家的事，也不想过问边关的事。我不想谈论太多，也不想打扰这一时片刻的宁静。后来钟离同我说，钟叔已经派人去接祖母了。钟家军常厅一战大败，实际是因为朝廷派来的监军将军倾泻了出去。当今皇帝疑心太重，一直想压制平衡各方势力，而钟家刚好做了这个出头鸟，一旦钟家军回朝，民心所向，更难制衡。何况战败的结果不过是将西北一点贫瘠旱地割出去罢了，半壁江山亦是帝王的江山。钟家这一次是骑虎难下，不打则族灭，若是要打，自西北到长安，这一路又岂是那么容易？就在他举棋不定时，钟叔的舅舅替他做出了决定。此人是钟叔母亲的嫡亲弟弟，名唤秦立书。秦家世世代代镇守西北，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。秦家等这一天等了太久，钟叔为这事烦忧，但他从不在我面前提起。只是夜深时候，我总能感觉到他睁着眼睛，无半分睡意。再一个，他又是彻夜未睡的黎明，我隔着被子拥住他。他以为我做噩梦了，回抱住我，轻拍我的背。我摇头，我一夜没睡。可是我扰着你了，那今晚我铺个矮榻睡吧。钟叔，你告诉我，你在犹豫什么？他沉默了不知多久，岁岁，这不是一条通途，有9%的可能，我会葬送所有人的生命。我摸过他的眼角，那里有些粗糙，有些湿润。我的丈夫不是圣人，数万人的性命就在他一念之间，是人就会犹豫，会害怕。我握住他颤颤的手掌，牵着放在我的肚子上。他慢慢的平静下来，我告诉他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他的脸埋在我的颈窝里，我五指成梳为他从发端里到发尾，我的颈窝里头渐渐如湿了一片。我什么也没说，拿了帕子为他擦后背发出来的汗，一直到上半身都麻了，才轻轻踢了踢他的小腿，又麻了。他埋在我的颈窝里笑了，轻轻啄了啄我的皮肤，一如我们初次相处时的模样。天亮了，那一晚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我可能放任了什么不可控的东西的出现，可我别无选择。留给钟家的从来是一条死胡同，要么困死，要么负隅顽抗，卸强求生。钟秦两家终究还是反了。钟叔去打头战那天，正好是我临盆的日子。在这般简陋的环境下生产，我到底有些怕。阵痛刚开始，我只是咬着牙默默流泪，到了后头，我便开始抽噎，痛楚占据了我脑海所有的意识。据清穗后来同我描述，我生了1天1夜，破口大骂了钟叔3个时辰。所幸生产过程还算顺利，隐隐约约我听到一阵婴孩的啼哭声。清穗将孩子抱给我看，是一对龙凤胎，哥哥长得皱皱巴巴的，像个老头子，妹妹就更惨不忍睹了，小鼻子小嘴巴，青青紫紫的。我还止不住地抽噎，怎么像猴子一样，这么丑？妹妹不知是不是听懂了，扯开嗓子嚎起来。我更难过了，怎么我怀胎10月，连句丑都说不得了？清穗将2个孩子抱出去给祖母看，外头爆发出一阵激烈的讨论声。我泪眼朦胧看着窗外面，月色正好，银白色月光洒在床前，好像一把细盐。我想起早前读过的一句诗：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。这一天，距我脱离苦海已过去整整1年半。在我19岁这一年，我一夜之间与2个生命连结到了一起，会叫、会哭、会笑的2个小人。我的小男孩叫钟虎，我的小女孩叫钟俏。钟叔浴血站在高墙之上，举目四望，尸骨成山，血流飘橹。一只绣着钟字的大旗插在城楼上，狂风呼啸，猎猎作响。这是他攻下的第1座城池，和他以往打的任何一场胜战的性质都不同。他的盔甲上沾满了鲜血，而这些鲜血都是在为他的问鼎之路铺道，往后还有更多。
他的手止不住的颤。想起祖父曾经同他说过的话，他说人一定不能太贪心，一旦认为你可以掌控更多，往往不可控的事情就会接踵而至。一小兵突然急匆匆跑过来，道：将军，夫人生了。钟书喉间一梗，是否平安？夫人与小公子、小女郎皆无碍。远处的黑云消散，金色阳光自云中下隙投射而下，普照大地。岁岁，天亮了。那名钟家小兵听到这么一句低沉的呢喃，偷偷抬眼去望主帅，不知是不是他看花眼了。那个永远挺直了脊梁的钟家的主心骨，眼角有水光闪现，转瞬即逝。我昏昏沉沉睡了一天一夜，醒来时候发现祖母坐在我床边，两手抱着孩子，她身后站了个俏丽的姑娘，也抱着个孩子。祖母难得和蔼地看着我，满脸慈爱地看着怀里的孙子，你辛苦了，这次你是我们钟家的大功臣。清碎扶着我坐起来，我张开双臂道：让我抱抱。祖母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到我怀里，她的动作感染了我，我甚至不敢太用力，只觉得怀里现了团棉花，奶香奶香的。儿子还在睡，我忍不住低头亲了口他的眼皮子，他眼睫毛颤颤，竟然睁开了眼睛，葡萄般的黑眼珠圆溜溜地转，朝我咯咯笑了。他一笑，那姑娘怀里的妹妹被吵醒了，打了哈欠开始哭。祖母把妹妹也抱到我怀里，哥哥听见妹妹在旁边哭，笑得更加响亮。我被逗乐了，也低下头安抚地亲了妹妹的眼皮子，她才稍稍平息下去，呼吸声又沉了。哥妹俩就只认表嫂嫂呢？方才他们也哭过一会儿，怎么哄也哄不好，表嫂嫂才亲了2口，就乖成这样了，还是得娘亲在才行呢。那姑娘笑盈盈地说。祖母看着孩子，脸色却不太好看。她喜欢孙俩喜欢得紧，偏偏哄不过亲生娘亲。祖母不说话，我也不好一直安静，看着那姑娘。这位是？祖母道：是淑儿母亲的娘家人，闺名唤作秦淮。你唤她表妹好了。秦淮性子看起来大大咧咧，毫不见外，我有10年没见过表哥了。没想到如今再见面，他都娶了个这么好看的嫂嫂了，还生了2个孩子。表哥真是福泽深厚。我肚子有些坠，祖母看出我有些不适，也就带着秦淮走了。看秦淮的背影，她也是个玲珑剔透的女孩子，一身火红旗装，身上挂满璎珞珠饰，性格也如装饰一般张扬火热，风风火火。钟离在祖母出去不久后溜了进来，他长大了些，个子也拔高了，就是性格还是那样腼腆，进来以后没怎么说话，模样看起来不太高兴。我以为他是怕军营里的生人。钟离逗了一会儿妹妹后，忧心忡忡地告诉我，祖母和秦家舅舅在商讨要把秦小姐嫁给哥哥。我手指一颤，嫁。钟离点头，就是抬做平妻。难怪祖母方才带秦淮来我房里，原来是来打个照面。你哥哥回来了吗？还没呢，不过应是2天后就能回来了。这件事让你哥去处理就好了。我抚平他皱着的眉头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整日不想着如何去耍，为我担忧个什么？军营这边鱼龙混杂，你要是出去定要多带几个人，要是被欺负了，你哥哥不在，嫂嫂也会替你出头。钟离乖乖称好，过了会儿又十分好奇地问我，要是哥哥真娶了秦小姐呢？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那黎黎就帮我削他一顿好不好？小姑娘笑得眼睛弯弯，点头如捣蒜，好。谁都不能欺负嫂嫂，祖母不行，哥哥也不行。那天晚上我刚给哥哥妹妹喂完奶，2个小屁孩吃完后都吐了我一身奶。我弄干净后，用手指挠他们短短的下巴，逗得他们咯咯笑。清碎说我小孩子脾气，我歪头凑近对着妹妹，有吗？妹妹笑出了一个鼻涕泡，打破在我脸上。清碎和屋子里的仆妇被逗笑。我接过清碎递过来的帕子，还没擦呢，帐外就响起急促沉重的脚步声，我的心砰砰地跳，直起身来。钟叔突然掀开帐布，大马金刀踏进来，一见到我就急急忙忙走过来。清碎带着帐子里的人退出去，钟叔站在我面前，一把拥住我，他身上还裹挟着西北大漠的寒凉。我双手环住他的脖子，把他拉低，他的脸很冰，我蹭蹭他。碎碎，钟叔低语，我来晚了。
我躲开他凑过来的脸，一口咬住他的下巴，力道不轻。他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我很怕，昨天我很怕就那么死了。钟叔有些手足无措，我把哥哥抱给他，不抱抱他吗？不知是冷还是紧张，他的四肢僵硬的像是假的一样。哥哥本来睡着了，一下被硬邦邦的触感扰醒，一双眼珠子逆着看了一眼抱他的男人，骤然扯起嗓子大哭起来。钟叔条件反射看我，好像四肢都不是他的了。看我做什么？他哭了。钟叔看着也要哭了。哭了就哄啊。我又举起妹妹，要不试试这个？我被钟叔幽怨地瞪了一眼。这一仗，钟秦两家拿下了驼铃关，消息传到长安城那边，朝廷号称派出8万大军，歼剿钟秦叛军。大雍变天了。秦家钟氏不放心，提出将秦淮嫁给钟叔，亲上加亲。钟叔一口回绝，态度强硬。秦丽书这只老狐狸却也不是好惹的，不肯退让半步。钟叔几次被叫去祖母那里，面色难看的回来。秦淮来看过我几次，但来的时候绝口不提此事，只逗逗小孩子，同我唠些家常。每次他一来，钟离就好像吞了炸药一样，面色不善地盯着他。有时秦淮想和他搭几句话，钟离都低着头像是没听见一样。钟家虽是家风宽泛，但有一条家训是摆在前头的：钟家郎年40以上无子方纳。是以钟家子弟这几日见了秦家人都没什么好脸色，还有好几个年轻的钟家郎跑来不动声色地安慰我。后来这件事被压了下去。我不知道钟叔是用的什么方法，但他那晚回来的时候脸十分臭。我问他，他只叫我不用担心。钟叔这一场战打了3年多，打到后来，我的阿胡和俏俏已经会叽里呱啦说很多话了。阿胡是睡，醒来时总是迷蒙着一双眼睛。他性懒，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，只有在钟叔面前才会释放天性。和阿胡截然相反，俏俏从一睁眼就没有消停下来的时候。我一直怀疑俏俏是把他哥哥的活力吃走了。他还在学画时，就一整天都是叽里咕噜，谁也听不懂。后来会走路了，就更是了不得，常常东跑西跳，把一群人耍得团团转。到了后来，俏俏有时候会跑去和军营里其他奶娃子打架，打得昏天暗地的时候，阿胡总是坐在一旁打瞌睡。我说他应该看着妹妹，别总让她打架，女孩子这样总归不好。阿胡理直气壮，那就让妹妹变男孩子吧，要不阿娘把妹妹重新塞回肚子里，我想要弟弟。俏俏每次打了架，认错态度都极其诚恳，但从来都是表面功夫，不长记性。旁人一激他，他熬得比谁都大声，一个箭步冲上去又滚在一起。我和钟叔说过好几次，让他管管俏俏，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，却只是一味躺在床上睡。俏俏像小炮弹一样冲过去，坐他腹上疯狂摇他，他被吵醒了也不恼，只是一脸无奈的笑。俏俏谁都不怕，独怕他哥哥。许多次我说他都不听，阿胡一个眼神过去，他就坐得板正了。他黏他哥哥，出门吃了什么都会给哥哥带一份。我问他，你哥哥对你也不好，怎的你这么贴着他？俏俏不管，嚷得比谁都大声，哥哥最好，哥哥天下无敌第一棒。阿胡被吵醒，斜了妹妹一眼，俏俏立马在嘴边立了一根小指头，瞪大眼睛冲我嘘了一声。许是因为和阿爹相处时间不长，两个孩子特别喜欢和阿爹一起，俏俏尤甚。睡觉要让钟叔睡中间，两个孩子睡在他两边，阿胡很是大方地把他身边的床位给我。钟叔很得意，总是忍不住冲我嘚瑟。吃饭也要让钟叔抱着，一口喂一个。就连钟叔要去解手，俏俏都要跟进去，洗澡就更不用说了。这时候俏俏就不喜欢哥哥了，因为这时候哥哥总能理直气壮被阿爹抱在怀里，而俏俏只能一脸神往地坐在我身边等他们，望眼欲穿的巴巴看着玉房，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道又在念什么。钟叔每次出征都不会告诉哥哥妹妹，总是在黎明时候偷偷爬起来，小心翼翼把战甲拿去外间穿。我为他穿戴，送他出门。回床上的时候，看到阿胡和俏俏睁着眼睛看门外，他们沉默地看我一眼，又打着呵欠别过脸睡过去。我喉头一紧，我一直没敢告诉钟叔。有时候我觉得愧疚，
我的一双小人儿在这个年纪就懂得了掩藏心思，不哭不闹。我宁愿他们揪着钟叔哭，闹着不让他走，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耍赖。我不敢告诉他们，等爹爹打完仗就好了，因为我怕做不到，他们会失望。哥哥妹妹在钟叔出去时喜欢出去打猎，说是打猎，其实也就是追着几只小兔子跑。我叫了几个亲卫跟着，也就由他们去了。钟离跑进来告诉我俏俏摔断了腿时，我正在给妹妹缝一条火红的小裙子。我看着她，脑中嗡嗡作响，只看着她嘴巴张张合合。俏俏怎么了？俏俏摔断腿了。我的俏俏才3岁多，平日里活蹦乱跳，恨不得化身窜天猴。那时候躺在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上，面无人色。我进了营帐，阿胡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，嚎啕大哭。我牵着他走到俏俏身旁，军医告诉我，俏俏年纪小，恢复得快，但伤筋动骨100天，还是要好好休息。但具体如何，还不能下定论。我抱着阿胡出营帐，秦淮被一个小兵扶着，他的额头上破了个洞，嘴唇发白。我站到他跟前，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？我来的路上，钟离告诉我，俏俏是和秦淮一起才出事的。据秦淮带出去打猎的秦家亲卫所说，秦淮和俏俏争抢同一只兔子，他们当时只远远看着，就看到俏俏突然朝秦淮叫了一声，发狠拾起地上一块石头，冲着秦淮脸上扔过去。后来不知怎地，俏俏一个不稳就跌下了山坡。秦淮咬着嘴唇，表嫂嫂，俏俏还小，这事是我的不是，我不该同她抢兔子。我也没想到她会因为一只兔子。她的哥哥赶来扶住她，满脸阴鸷地瞪着我。钟夫人，钟小小姐是摔断了腿，但我妹妹也被她划破了脸。她是小孩子，没有教养好，你这个做母亲的难道没有责任吗？线下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我妹妹冷脸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责骂我秦家人？我只看着秦淮，秦姑娘，你和钟俏说了什么？阿胡当时就在附近，他比那些秦家亲卫看得更清楚，在俏俏冲他扔石头之前，秦淮笑着跟他说了什么。俏俏听了，浑身发起抖来，这才冲他扔了石头。阿胡挂在我腿上，满脸通红，瞪着秦淮，你跟俏俏说了什么？秦淮脸上的血痂破开，血流了他满脸，他捂着脸哭起来。我只是想让他把兔子让给我而已啊！我是不该同他争抢，但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是他自己没站稳摔下去的。表嫂嫂，我打断他，你别叫我表嫂嫂。我红着眼眶死死看着他，我听了恶心。我的俏俏爱闹爱捉弄人，但她从来只和亲近的人玩，从来也只是小打小闹，又怎会往人头上扔石子？俏俏是如何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她根本不会无缘无故的打人。秦淮道，那我又会无缘无故的说谎吗？说到底，她是你的女儿，你自然相信她。难道我要相信你吗？你也说了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不相信我的女儿，难不成我要相信你一个外人？陈佑，祖母站在不远处冲我喝了一声，她的身后跟着钟家的长辈，俱是一脸凝重。她年纪大了，脸上威严不减，走到我面前，抬起手就对我扇下一巴掌。阿胡惊叫一声，推开祖母。祖母满脸惊愕地看着冲着他咬牙切齿的阿胡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反了！这钟家的天是彻彻底底要反了。他先是向秦淮道了歉，转过身来喝道：“我早说过了，钟俏你管不好，那就我来管。你不听，现如今好好的钟家女，整日出去疯玩，嘻嘻哈哈，没有正形。现在好了，还学会恶意伤人了。你身为他的母亲，不仅没有半分悔意，反而倒打一耙，将责任推到秦淮身上。阿胡也被你教坏了，小小年纪不知孝道，不识礼数，现在竟敢推他的曾祖母，简直无法无天。围的人越来越多，我将阿胡抱在怀里，手脚冰凉，心反倒定了下来。我看了祖母一眼，她怒不可遏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钟离站在我身边，止不住地发颤，他似乎实在受不了了，猛地站出来。祖母，你的心能不能再偏一点？在指责嫂嫂之前，能不能先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？俏俏才是钟家人，他秦淮算什么？好，你们都明是非，辨黑白，
就我一个一脚踏进棺材的老太婆头眼昏花。她转过脸来看我，明仪公主真是好本事啊，10几年的教养抵不过你3年的相处。我这个孙女，她手指着钟离，从前再是听话不过3年光景，就敢忤逆她的祖母了。我环视一周，秦家人同钟家年长的长辈神色或强硬，或愤然，或冷漠。钟离浑身簌簌的抖，只几个钟家年轻的小辈站在我身后，血液冲过4肢百骸，却不能为我带来任何暖意。我冷眼看着祖母，所以真相并不重要，是吗？秦淮究竟做了什么？我的俏俏受了怎样的伤？钟家与秦家都打算默不作声，是吗？我实在想不明白，钟相一生光明磊落，究竟是如何教养出这样的钟家人的？祖母抬手欲扇我，我紧紧抓住她的手腕。祖母当年护我，我很是感激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时候我怀着钟家的骨肉，所以祖母才愿乞怜我。而现如今，我站在钟秦2家联盟的对立面，祖母又打算如何处置我？我们钟家庙小，供不起明仪公主这尊大佛。好，这样一个阿扎地，我待久了也嫌恶心。我点头，牵着阿胡抬步往营帐走去。钟秦2家的怒气一下被激了起来，纷纷扬扬将我包围。祖母扣住阿胡的手腕，阿胡你不能带走，他是我钟家的曾孙。阿胡正着想要摆脱他的桎梏，他却越箍越紧。阿胡疼得好哭起来，我用力将祖母的手掰开，拍了拍阿胡的背安抚他。阿胡是你钟家曾孙，却也是我陈佑的儿子。来人，将他拿下。祖母一声令下，即有士兵抱过阿胡，2人按住我的肩膀，朝我膝盖一踢。我身体一晃，膝盖狠狠撞向雪地。阿胡惊叫着挣扎起来，像个小狼崽子一样狠命咬住制住他的那只手。我看得心惊，忙叫道：阿胡，松开。祖母走到我跟前来，我是动不了你，此事等叔儿回来再定夺。但你作为钟家长孙媳，目无尊长，出言不逊，前朝教不了你礼法规矩，我来教。我被按在雪地里跪了不知道有多久，膝盖那块的血融了又结，结了又化，一直到后来我身上盖了厚厚的积雪，浑身都在滴水。那天我是怎么晕过去的，我也没有半点记忆了，只觉得浑身像火烧一样，身体里的血在咕噜咕噜沸腾。那天的雪下得很大，自我有记忆来，还从来没碰上那么大的雪。我记得我从前很爱堆雪人，打雪仗，但宫里头的宫女都不敢跟我放开了玩，是以大多数时候我是很寂寞的。这么一想，我突然拾起了被丢掉的我5、6岁之前的记忆。那时候有一个男孩子总是跑到宫里头，他比我大，比我还皮。宫里头谁都不敢惹我，就他老爱把毛毛虫放在我眼皮上。我怕得要死，却强忍着不叫出来，因为叫出来就代表我怕了，我怕他说我胆小，就不愿意和我玩了。我们打雪仗的时候，他把雪放到我颈窝里头，看我冷得一个机灵，就大笑着跑开。我气得团了一个比我手掌大2倍的雪球冲他掷过去，但我太高估自己，我只砸了自己满头满脸。他又笑着跑回来，把我拉起来，认命地帮我理净身上的血渍。他最后来的那日，我本以为只是稀疏平常的1日，他在走之前却同我说他不会再来了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要跟着祖父回去了。我不懂，但我告诉他，你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我吧。我一个人在宫里头，好无聊。我忘记他是怎么回我的了，只记得那日春寒料峭，红墙顶上斜斜探了一只青葱柳枝，黛瓦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叫。他穿着深大红色衣裳，被一个有些佝偻但仍是硬朗的人牵着走出宫门。那人走之前摸了摸我的头顶，叹息了一声，同我说，小殿下长这么大了，往后要好好的啊。他们走了，麻雀还一直啾啾叫。我一点不觉得烦人，踩着自己的影子一路数着回宫殿。我记得那日我走过的公道上停了13只麻雀。我醒来时候天旋地转，我摸到手边一只手臂，谁在转啊？钟叔出现在我视线里头，他眼窝深陷，眼底下一片青黑。我被他扶起来，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水。俏俏好了吗？钟叔的手一顿，还没呢，不过好多了。我喝完了水，闭着眼睛躺回去，一只手探过来，试了试我的额头。
我好多了。那只手还停在我的额上，不肯离开，渐渐发起颤来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钟书红着眼眶，眼中水光闪现。碎碎，你别这样，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你这样我很害怕。怕什么？怕你一声不吭就走了。他像个小孩子一样，紧紧攥着我的手。我走去哪？阿胡和俏俏都在这，我还能走去哪？他嘴唇翕动，想说什么，但终究没说。我在雪地里跪了太久，身子落了病根。钟叔一直寸步不离照顾着我，也只有在我睡着的时候才会出门处理事务。我第二日是被俏俏亲醒的，他像只小狗一样在我身上拱来拱去，我捏捏他的小鼻子，笑他怎么跟爹爹一样。俏俏恢复得好，不能跑也不能跳，看起来对他没有什么影响。我亲了亲他的眼皮子，好像他还是当年我襁褓里头的小娃娃。他笑嘻嘻地躲开，只嚷着痒。我沉默地捋了捋他的刘海，然后告诉他，委屈便不必忍着。俏俏怔怔地看着我，开始只是掉眼泪，后来便嚎啕大哭。他向来坚强，和别人打架打输了都不会掉一滴眼泪。俏俏一直不喜欢秦淮，是以见了他也没什么好脸色，只是去将那只兔子抱起来就走。但后来那个人拦在他面前，笑得亲和。他戳戳爷爷问我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过来责骂他，分明是那个人骂了不好的话。他骂了娘亲，骂了哥哥，还说我是没有教养的小孩。他还说等爹爹登基，就会有好多好多的女人进我们的房子，我就会被扔到冷宫里，就像娘亲当年那样。是真的吗？娘亲为什么会被扔进冷宫？冷宫很冷吗？那俏俏抱抱娘亲。俏俏一抽一抽地睡了过去，她哭累了，小身板却还止不住地抽。后来钟离告诉我，钟叔回来那天知道了一切，什么也没说，提着剑直去了秦家营帐。10几个士兵都没拦住他，他最后挑断了秦淮的手筋。但事情还没完，他又去了钟家营帐，自去领了70军棍。钟叔回来的时候，我叫他来床边脱衣裳，他起先还不愿意，后来见我爬起来要来扒，就干脆利落脱干净了。他的背上伤痕累累，一片青紫，有些血痂，甚至粘着衣服被一道撕下来了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疼吗？他看着我，半晌把脸埋进我的手心里，蹲在床榻边点点头，闷声闷气道：疼，疼死了。我的手心渐渐湿了，滚烫的液体从指缝间往下掉。我挪过去，拿下巴蹭了蹭他的发顶。我知道我吓着他了。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，但钟家铁骑还是到了长安城下。这最后一战打了足足半月，我数次望着深夜仍灯火通明的主帐，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安静下去。钟叔怕他身上的血腥味熏到我，有时就睡在主帐那边。后来我实在无事做，便写了信一封一封往他帐篷那边送。我有次让阿胡去送信，恰好撞上营帐里中将领正在商讨军情。阿胡被钟叔抱着坐在主位上，钟叔在桌子底下偷偷展纸，他碰了碰阿胡的小手，用气音道：念给阿爹听。阿胡十分苦恼地看了看，春日什么杏花吹两头，田间小路上什么少年如此风流，若能将身什么雨，什么死到白头，纵被无情气也不。他用小胖指头指了指那个休字，阿爹，这个字我认得，但我忘了，怎读来着？钟叔瞄了一眼，读作休。再念再念。阿胡回来时同我抱怨，阿爹说他不好好识字，从今日起每天要写20个大字。阿胡气得发誓，往后再也不帮我送信了。帐内一众人都被他逗乐了。长安城破那日，我站在营帐前的那块高地上，俏俏被我抱在怀里，她好奇地望着那高耸的城楼，问我那是什么。我说，那是我们以后的家。长安城下将士高歌，铁骑浩浩荡荡踏入长安城。青穹上朝云漠漠，薄云闲雨。那日长安城下了一场大雨，我自宫门入，望见大雨冲桥，血水滚滚汇入地面。钟叔站在桥面上看我，他眼尾微红，眼底下一片血丝。青穗扶我上桥，一直到钟叔扶住我，他才轻声退下。穗穗，我伸手抱住他，他战甲未卸，身上一股腥臭味。我捧住他的脸，轻轻贴上去。我道，都结束了。
登基大典后，中书更是忙得焦头烂额。他因封后之事同大臣吵了好几日。中书欲立我为后，然朝臣上书言臣是无德，未能担得起后位。以广开六宫，选纳宫妃，则有德之女。这一场僵持旷日持久，最终中书在御书房烧了折子，大发雷霆，直言不然让他们来做这把龙椅。朝臣哗啦啦跪了一地。而就在封后大典3日后，太皇太后越过皇帝皇后，径直将秦家嫡女秦淮接到她的长戚宫，封作令妃。太皇太后对前去理论的皇帝说，令妃不过一个名分，往后她会在长戚宫中侍奉她。况且当年皇帝心狠，废了秦淮一双手，早断了她的姻缘。如今她入宫，也算是钟家的补偿。莫非皇帝要让秦家功臣失望？当年皇帝不愿娶秦淮做平妻，今朝为天下之主，连一个名分也给不起。中书最终还是没熬过祖母。祖母对我积怨已久，我也不愿低声下气去讨好她。今日她要一个侍奉她的令妃，我也没有半点道理去驳斥她。中书来我店里时很是不安，祖母对他恩义深重，而他又不忍让我难过。他尽力想护好两边，却往往不能得偿所愿。我往他碗里送了块木耳，告诉他我只要阿胡和俏俏无事。他道这是自然，我会护好他们。回忆到这里便像断了线，再往下去便是深不见底的深渊。我昏昏沉沉睡了很久，睁开眼睛看见钟书趴在桌子上，脑袋搁在一只胳膊上。他睡得不好，睡梦之中还紧紧蹙着眉。殿外有人轻手轻脚走进来，轻声唤钟书：陛下，早朝时辰到了。钟书站起来，却趔趄了一下，椅子刺啦一声滑开。他就着这个姿势睡了一夜，腿早就麻了。我又听到他的大太监同他说：陛下放心，娘娘未醒。清岁在钟书走后不久进来为我掩背，他背着身要退出去时，我同他说：今日在那边放一个矮榻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才听见清岁低声应了句是。他走过来问我：娘娘昨夜睡得可好？我点点头，好多了，一夜无梦。一夜无梦便好。早朝过后，阿胡来我店里，他跑得满头大汗，倒与他在外头的储君模样大不相同。我拉过他为他擦汗，跑这么急做什么？他今年才8岁，但早早就接触朝政了。在外头他是小大人，在我这却还是个羞涩懵懂的孩童。他沉默地任我用帕子为他擦汗，半晌开口道：母后今日可好些了？故事未完待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